一场校园演唱会上，一个准备好的大跳，要怎么演变成一个让歌手丢掉跨年晚会工作的深蹲？嘿嘿，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某种荒谬剧的开头？真的，但它就这么发生了。我们今天收到的资料全部都围绕着新生代歌手王 Allen 最近这场风波，闹得真的很大。对，有新闻报道，甚至还有来自演艺圈大前辈，就是资深经纪人孙德荣的严厉批评。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带你一起梳理这团混乱的资讯，看看一个舞台上的尴尬场面是怎么透过社群媒体的发酵，滚成一颗谁都挡不住的巨大雪球。没错，而且这件事之所以值得我们来聊，就是因为它远比表面上一个歌手在舞台上摆臭脸要复杂得多。我们会拆解其中3个关键角色的行为。歌手本人，那位冲上台的女同学，还有一个一开始被大家忽略，但回头看却可能是整起事件关键推手的那位，他的老师。对，还有老师。对，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把这件事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下来看，就是当意外发生的时候，那些天王天后级的专业艺人会怎么做？这不只是情商高低的问题，更关乎职业素养跟危机处理的艺术。真的，这完全可以当成一堂课了。没错，可以说是一堂给所有公众人物，甚至是我们每个人的社群时代生存课。好的，那我们就先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开端。场景是在桃园一所高中的校唱活动，气氛应该是很热烈的。对，校唱嘛。歌手王 Allen 正在表演，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一位女同学突然从侧边冲上舞台，在她身边开始热舞。接下来的画面就是这一切的起点。王 Allen 的反应是，他停止了歌唱，放下了麦克风，然后一脸不悦地走到舞台角落，蹲了下来。就是这个深蹲的画面，可以说是整起事件的视觉引爆点。真的，它非常直观，充满了情绪张力，完美符合网络传播的所有要素。一个表情，一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真的，网友的创意马上就来了，各种梗图立刻疯传。我印象最深的是用他名字谐音的那个王爱蹲。对，王爱蹲。甚至很多人开玩笑说，真的是因为这次事件，才第一次听说王 Allen 是谁。某个角度来看，他的知名度确实是一蹲成名了。没错，这就带我们进入了事件的第2现场，也就是网路。如果事情只停在舞台上，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演出事故，几天就过去了。但关键在于，王 Allen 事后选择亲自下场，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影片，试图还原真相。我看了那支影片，他的说法是，因为当天下雨，舞台很滑，他为了安全，把他准备了很久的招牌动作大跳留到最后。最精彩的桥段。对，结果就在他准备要跳的那个瞬间，被女同学冲上台打断了，所以他才会那么错愕。听起来好像也情有可原。如果他只是平铺直叙的解释，或许还能获得一些同情。但问题就出在他影片的呈现方式。怎么说？他在影片中用的字幕和表情充满了强烈的引导性。比方说，他在影片上打上大大的傻眼2个字，还配上一个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迷之微笑。这整个包装让大众普遍解读为他根本不是在检讨自己，而是在公审那位女同学。老据说，最让我惊讶的是后来有网友拿出其他角度的影片对比，发现他刻意剪掉了女同学在舞台上90度鞠躬道歉的画面。是，这个操作就真的太不明智了。对，他嘴上说我也有错，但影片呈现出来的却是把所有聚光灯都打在女同学的头上，同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委屈的受害者。你说到重点了。这在公关操作上是个大忌。当你试图引导舆论去攻击另外一方，特别是对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学生的时候，大众的同情心很容易就会导向弱势的那一方。没错，他这个看似检讨实则公审的行为，非但没能灭火，反而像是提了一桶油直接浇了上去。
这让整件事的性质从单纯的演出意外，升级成了疑似艺人带头霸凌素人。而且这把火还烧出了案外案。大家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学生太冲动，对，结果不是。对，很快就有人发现，在台下其实还有一位关键的推手，对吧？对，这就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第三个角色。根据其他角度的影片，我们能清楚看到，这位女同学冲上台前，是她身旁一位41岁的男老师。是一位老师。是的，一位男老师先带着她穿过人群，走到舞台阶梯旁，然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做了一个明显是示意她上去的动作。所以他并不是自己一时兴起就冲上去的，背后还有个成年人在怂恿。那这位老师事后的反应呢？他总该出来承担责任了吧？他的处理方式让许多网友觉得比王 A 等更不可取。哦，事发后，他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把责任完全推给学生，说学生是会错意，太兴奋，脑袋空白了。然后他用一种似看保护的语气，呼吁大家编小力一点。编小力一点。我第一眼看到也觉得他是在保护学生，但你再多想一下，如果他真的想保护学生，他应该是私下去跟校方沟通，或是联系主办单位，而不是在公开的社群上发文。没错，那反而让事情更受关注了。对啊。表面上是保护，但从公关或心理学角度看，这更像是一种逆向操作。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表面上叫大家不要骂，实际上却是把聚光灯再次打在学生身上，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件事，进而引发更多讨论和指责。哇！许多分析都指出，他的言行充满了矛盾。如果真是学生误会了他的意思，那为什么在学生上台的瞬间，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刻拿出手机录影，而不是上前阻止？哇，这个细节就真的很有问题了。所以大家开始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为了制造话题，博取个人社群的流量，才不惜利用自己的学生？正是如此。这也让整起事件的焦点从一个艺人的 EQ 问题彻底转移到了一个更严肃的议题上，就是两个成年人，歌手与老师，是否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联手将一个未成年的学生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让他独自承受了这场网络风暴。有了这些背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舆论会烧得这么旺了。民众的愤怒很快就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根据报道，台北市的1999市民专线直接被打爆，全都是要求市府取消王 A 登跨年晚会表演的澄清电话。这就是一个网络声量如何快速转化为现实冲击的典型案例。在过去，观众可能只能在报纸的读者投书版抱怨，但现在一通电话、一封 email 就能直接对演出单位的决策产生压力。结果就是台北市观传局和宜兰市公所相继宣布取消王 A 登的演出。他真的因为这一次深蹲，把2个重要的跨年舞台给蹲掉了。有网友就嘲讽说，别人跳16蹲重返舞台，此人1蹲没了舞台。这对比真的太强烈了。哈哈，是。这件事也引来了演艺圈大前辈的评论。资深经纪人孙德荣就毫不客气地公开开骂，他骂得蛮凶的。对，直指王 A 登 EQ 太烂，处理方式完全不及格，甚至撂下重话，说他最好从现在就从演艺圈消失。孙德荣的发言虽然很重，但也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观念。没错，他的观点代表了传统演艺圈的一种核心价值观：观众是你的衣食父母，娱乐大众是你的天职。是，无论在舞台上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你都不能把负面情绪直接丢给台下的观众。你可以事后懊恼生气，但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你的首要任务是完成表演，保护观众的体验。这也凸显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社群时代，一个公众人物的危机处理能力几乎等同于他的商业价值。一次失败的公关造成的损失是真实且巨大的。所以我们来好好拆解一下，如果今天站在台上的是别人，情况会怎样？我们的资料里正好有几个堪称教科书等级的案例。哦，这个有意思。我们来玩一个换作是你的游戏。
比如说，如果是 G-Dragon、GD 遇到这种事，GD 那个案例更经典，也更具侵入性。有一次演唱会上，一位女粉丝突然冲上台，而且是情不自禁的直接亲了他一下。哇，这比单纯在旁边跳舞的冲击性更大吧？对，这根本是肢体接触了。但 GD 的反应是什么？他不仅没有生气，甚至还带着一点害羞的微笑，非常专业的继续表演。更重要的是，他事后还特别交代工作人员，一定要护送那位粉丝安全回家，确保他不会因为情绪激动而出意外。这就是格局的展现。没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被冒犯了，而是如何稳住场面，以及如何确保粉丝的安全。他考虑的是比自己个人感受更广的层面。还有像是蔡依林也遇过很棘手的状况。有一次是个明显喝醉的男子冲上舞台，对着他大吼大叫，要求合唱。那场面其实很尴尬，也很危险。对啊，但他临危不乱，还巧妙的应对说：“你要唱歌是不是？你要唱什么？”直接把对方的攻击性化解掉。吴宗宪更是幽默大师。哦，对，宪哥。曾经有粉丝骑着机车冲上他的户外舞台，全场都傻眼，他却能立刻开玩笑说：“哦，这位是送外卖的啦。”一句话就让危机变成了笑点。这些反应都把一个潜在的危机巧妙地转化成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环节。他们的核心能力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定义了眼前的状况。醉汉不是来闹场的，是想唱歌的。骑机车的不是疯子，是送外卖的。这种幽默感和应变能力，就是巨星之所以是巨星的原因。我觉得最惊险的可能是 Michael Jackson 的案例。有一次，一个粉丝竟然冲上一个已经升到半空中的高架舞台，那真的非常非常危险，一不小心两个人都可能掉下去。对啊，是的，那种情况下，任何正常人都会吓到。但 MJ 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立刻伸手出，紧紧地扶住那位粉丝，防止他坠落。同时，他的嘴里还在继续唱着歌，完成了表演。他把粉丝的安全和演出的完成性放在了自己受到的惊吓之上。这些例子看下来，最值得玩味的一点是，这些成功的危机处理，核心都不是在压抑情绪。而是在掌控场面。对，你总结得非常好，他们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选择不让个人情绪主导自己的行为。他们明白，作为一个表演者，在舞台上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这场演出的完整性和台下所有观众的体验。这是一种极高的职业素养。没错，他们能在一瞬间判断出什么是当下最重要的事。对比之下，王 Aden 的反应之所以被大众诟病，正是因为他选择了让自己的个人情绪凌驾于表演者的职责之上。艺人在格局上的最大差别。那么这一切之后，王 Aden 怎么样了？他后来在另一场东海大学的表演中，似乎也学会了自嘲。根据资料，他一上台就先问台下观众：“我可以大跳吗？”看来是想把这个梗转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这算是一种事后补救吧，至少他自己也意识到大跳和深蹲这两个词短期内是会一直跟着他了。没错，这个标签已经牢牢贴在他身上了。就连前阵子台湾发生地震，网络上都有网友开玩笑问，是不是王 Aden 终于成功大跳了？哈哈，这表示整件事已经深入网络文化，变成了一个全民的梗。是的，所以回过头来看，这整件事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你看，他首先就血淋淋地告诉所有公众人物，在舞台上你的一举动都会被放大镜检视，临场反应有多重要。那几秒钟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你未来好几个月的事业。对。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想带风向去公审别人，最后那把火常常是烧回自己身上。没错，网络的资讯是流动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被爆出来的证据会对谁不利。对，但我觉得这整件事最让人深思的，其实已经超越了公关技巧的层面。它真正的核心是我们看到两个成年男性，一个歌手，一个老师，在处理一个突发问题时，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将责任与压力转嫁给一个未成年的女学生。那位女同学事后独自扛下所有责任，公开道歉，甚至清空了自己的社群媒体。她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来面对错误。
相比之下，两位成年人的处理方式，无论是舞台上的情绪失控，还是事后的舆论引导，都显得更缺乏担当。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在这场风波里，我们看到了艺人如何被大众的反应所评判和惩罚。但反过来看，当一个未成年人因为成年人的怂恿和失误，被推到网络风暴的中心，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时，我们作为旁观者，甚至是参与者，在按下发送键加入这场次世正义的公审之前，我们的责任又在哪里？